耶 ！GoGo 台灣在海上。嚴格來說，我們不算是在海上，我們是在一個內海，這裡是蟯港內海。什麼是蟯港內海？蟯港內海對很多台灣人，甚至是高雄在地人來說都蠻陌生的。它是西部沿岸早期的潟湖，橫跨了高雄大概有8個區域，都在蟯港內海的範圍當中哦。所以這個地方啊，對很多人來講是陌生但充滿冒險氣息的。哦，真的哎，連我在高雄旅區都沒聽過。沒聽過的地方就是最好探索的地方，一起出發！耶！我們這裡是國際機場，國際機場就在這邊。他們來這邊轉機？沒有，他們是來這裡停泊度冬 ，long stay。對 ，long stay。真的有香檳時刻 ，Cheers！ 因為2位表現太好了，主持人真的超乎我的預期啊！這是我們應得的，哎，是我們学成，乾杯！好棒哦！入主天後宮有3寶，3寶，有3寶，你唔免開車啊？3寶，我不是，直接用3寶，用3寶。我們第1寶是我們的開基神像，第2寶就是我們的清朝第1個藝術家林朝陽墨寶，第3寶是我們的漢白衣馬祖。哦，為什麼聽到我背後有咀嚼的聲音？你沒有服務到，很脆。你沒有服務？沒有，我想說他先專心做完之後再吃。工作的人沒得吃就对了。他先专心做完嘛，我們先把这些弄完。我們1萬株哎，1萬株，趕快讓他先做。你交錯朋友了。你最近是最不愛賣牛排館，你是怎樣？你財富自由了，最近賺那麼多？也沒有啦，牛排館還是要賣牛排，我們牛排是很強。可是我們這裡是彌陀，全台第2大養殖虱目魚的地方，虱目魚是我們的驕傲，所以我要把虱目魚跟排餐去做一個結合，去發揚光大，也讓我們的虱目魚去給更多人看見。哇，瑞玲姐，我們現在這種秋冬時候來這種沿岸都是蘆葦地方散步，好漂亮哦。但是你們說要帶我去內海嗎？我剛看 Google Map， 我們離海邊還很遠呢。啊，確實離海邊還有一點距離。可是你知道這個地方也是蟯港內海的一部分哦。因為內海慢慢的淤積，所以就形成了這一片風景濕地。而且濕地啊，你不要看都是蘆葦滿滿的，藏在這些蘆葦之間，還有草叢之間，有很多小小神秘的驚喜。但是我們找不到。要專業的才找得到，真的沒看到。對，所以我約了老師，說老師好，哎，教課來了，教課。老師，我們是教課，我們遠從台北而來。我不說的不是你，不是我，那是他。我从宜蘭比較遠一點啊，還不夠遠，不夠遠。對，我們最遠是來自西伯利亞。你看現在在天空飛的那2隻，你有看到嗎？最遠就從西伯利亞飛來到我們這個地方度冬。西伯利亞我們是真的比不上啦。對，我們國內線他們是歐洲線的。對對對，我們這裡是國際機場。國際機場就在這邊。他們來這邊轉機。沒有，他們是來這裡停泊度冬 ，long stay，對 ，long stay，對，來這邊要長達6個月，6個月就差不多交換學生，交換學生或 working holiday 的概念。對，哇，所以這邊有非常非常豐富的生態，隱藏在我們的濕地之間。當然，你看嘛，那個白白的點，那個就是我們的黑面琵鷺。对，保育類的，這個我知道。現在目前已經有300多隻。那我們東邊那個池子，你看哦，一路哦，他們會從西伯利亞，然後呢，中國東北遼寧、俄羅斯，一路飛8000里路，就來到我們這個地方。還有啊，我幫你介紹一個非常神奇的物種。神奇怎麼說？對，因為呢，它叫做雞。可是呢，它卻是一隻會潛水的雞。前面這隻有過去的嗎？它的額頭你有看到它是白色的嗎？哦，它叫做白冠雞。它在游泳。對，它是鴨，它是雞假扮成鴨，還是鴨假扮成雞？不是，它是秧雞科。對，但是它的習性卻像雁鴨一樣，它是可以潛水潛到底下裡面去吃那些底棲類的螺貝類的。潛很深嗎？對，而且它可以在水裡面潛水達到30秒。自由潛水好手啊！對，蠻厲害的。对，而且呢，因為它的產地其實是在英國，然後呢，它前面因為是白色的，那所以他們英國對就是說比較成熟的男人啊 ，gentleman 啊，頭髮
髮上比較少的呢，就會跟他講說，哇，你的額頭跟白冠雞好像哦。什麼意思？就是禿得像白冠雞的意思。等一下，我剛剛以為這是一個真。對啊，我說你也是在說哦，像白冠雞就是肺活量很好，你可以闭气30秒。或者是白冠，像戴了白帽子，你像白冠雞一樣那麼的对，文质彬彬。对，結果是說，哎呀，你的禿頭禿得像。髮量危機。對，這就是賞鳥的樂趣，就是它特別的地方在這裡。最喜歡這些生態的小故事。那老師，我們在這個點就可以觀察到非常多的鳥類嗎？還是說有更好的觀測點？哦，我們到那個比較高一點的那個八角亭那個地方去，可以看得更清楚，更容易觀測到。對，好啊。對。好可愛呀，他們。对，而且呢，各位，我要先鄭重聲明一下，我們不是養鴨人家，你現在看到的這些也不是家母鴨，都是自投羅網來的，對，也不是不是自投羅網。對，它這裡呢是我們的鳳頭潛鴨池。對，那這些鳳頭潛鴨其實它最遠距離來自西伯利亞，他們超級會潛水，他們是天生的潛水夫，然後他們可以潛到非常底下的地方去。但是這個鴨呢，我要解釋一下，它不是我們看到的那種什麼番鴨那種鴨，其實它叫做雁鴨，就是那個鴻鵠大雁的那種雁。對，比較大只的雁，它其實是可以飛越喜馬拉雅山脈，甚至陸海空三棲都可以。对对对，所以這些雁鴨非常的厲害。但是老師，為什麼他們有一些身體是白色的？公鴨跟母鴨的差別在哪裡？公鴨你看到它腹部就是怎樣，分出來就是變白色。對，然後母鴨就不一樣，母鴨它的顏色身體就比較偏咖啡色，就是公鴨要吸引母鴨，所以要穿白襯衫。是，因為這群鳥來我們這裡渡冬，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，知道是什麼任務嗎？繁殖求偶。啊，求偶是對的，但是求偶前面請問要做什麼？聯誼。對，當然要聯誼啊，男女生要聯誼要怎麼聯誼？請問怎麼聯誼？我們的年代是抽鑰匙啊，是不是要抽羽毛？還有第一支舞啊，第一支舞是不是要搞一下曖昧？對，而且頓點讓我嚇一跳，搞一下哦，我說哇，這麼直接哦。對，他們現在在那個池子裡面，大家混在一起搞曖昧。對啊，當然是要眉來眼去啊。對。老師，我有一個疑問，如果他们在這個嘉年華裡面有鴨沒有配對到，他會落寞的離開嗎？還是一般來說配不到對，大部分都是亞成。因為亞成就像我們的年輕小孩子，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孩，他是沒有繁殖能力的啊。年輕人談什麼戀愛？對，這樣對，大概就是這樣。所以沒關係，他沒談到戀愛的話，他就明年再來就好。對，長大以後長大一點再談戀愛。年輕的時候先好好讀書。是，先培養一下感情。對，然後也知道說哦，我以後每一年呢，就是跟着爸爸媽媽飛這麼遠來到這個地方，這裡有一個第二個家鄉，我開在這裡了，慢慢的認識新朋友。有朝一日我也會脫單的。是，對。有看到嗎？看得清楚嗎？有。對。哦。然後你看前面那一隻皮嘴鴨在跳水舞芭蕾，在水邊那一隻誰在跳水舞芭蕾？水邊那隻在跳水舞芭蕾，有看到嗎？它頭是摘下去的，這是皮嘴鴨的覓食方式。對，看到了。對。好可愛哦。哎，他們習慣性就是這樣子跳水舞芭蕾。好可愛！太萌啦，被萌翻啦！我的天啊！老師呢？除了鳥類生態之外，這裡應該也有很多人文遺址吧？當然，這裡有一個非常賺錢的產業。老師，就這裡嗎？對啊。你剛剛不是說是要看怎麼賺錢的產業？是啊。這個牆壁都沒有補哎，殘破不堪哎，這有賺錢嗎？哦，那當然，這個可是金磚哎，金磚，所以表示它真的價值連城。這個就是我們的鹽田羌樓，
槍樓我知道啦，因為我們在很多比如炮台啦，或是客家的這個防禦堡壘裡面都會有槍樓，就是防禦用的。但是鹽田槍樓是什麼意思？以前這邊是有鹽業嗎？當然，它是逐戶鹽田，對，而且它的範圍非常的大。对，那你看要看管這麼多政府的錢在這個地方，當然就是會有一個嚴兵在這裡看管啊。對，但是有需要動用到槍嗎？哦，那你就不知道。我跟你講，一般曬鹽的員工呢，他工作1個月的錢，他去偷一點鹽就可以做1個月的工。一點點鹽而已哦。當時在鹽而已，夾帶一些，那真的是叫做白金沙。白金沙，對。所以槍樓就是監視鹽工們。是。然後，如果你偷鹽，不好意思，上面那個孔，只要你偷鹽，他就可以直接開槍掃射了。馬上槍斃嗎？當然，這麼嚴格。對啊，好嚴重哦。不需要先審判或是警告嗎？所以金錢對一般的窮人來說的話，他其實他就是需要這樣的東西，而且鹽又是我們的必需品。對，我買不起，然後我又必須靠它來賺錢的時候，我當然會動心啦。那老師這一個高的，因為他要監視鹽工，它是槍樓，所以有槍孔。旁邊這個比較低的是什麼作用？哦，這是他們鹽兵以前的宿舍。對，而且哦，為什麼我說它值錢？因為我們全台灣其實以前呢，光是這種遠景槍樓，其實它是有100-200座的。但現在全台剩下不到5座了。所以很珍貴，是，而且唯一有被修復的這麼完整的，就是我們茄萣濕地鹽田槍樓宿舍的舊址遺留在這個地方，所以這是不是金磚啦？是金磚，是，對啊，而且真的是你也不能隨便敲它哦，因為它現在是我們文化局的古蹟，對，它是被保存下來的。你敲它一個，我告訴你，让你拿一棟房子來換了，賺錢的產業，賺錢的產業，從古至今都是非常重要，非常賺錢的產業，值錢。其實我們在海邊，我們看到濕地的風光，看到槍樓的文化古蹟，對不對？你站在現場，你還有沒有感受到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？盛海風有無？盛海風，是風把這群候鳥送到我們茄萣濕地來。那來到海邊呢，當然也要帶一點海風嘛，對不對？所以其實即便明明就是很熱，但是因為有這塊濕地，它不只是保護着這些候鳥，它也保護着我們的人類。生態旅遊的價值，因為這是全世界都在關注的一個地方。對，而且也是我們人類面對生存危機非常需要的一個重要資源。文麗姐，我來了啦！你來了，你這什麼打扮？剛門口堅持我要打領帶啊！門口的堅持你要打領帶，今天出門的時候沒看你帶正裝啊！哎呦，這有生活之王展現厲害的地方。生活智慧王是吧？生活智慧王。你這樣給我拆穿了。不會是，但我覺得你這樣準備也是沒有錯，你蠻跳的，因為我們終於有了豪華遊艇之旅。哇，那我們可以開 party 嘞！喝香檳了耶！船長，我們的香檳呢？船長，香檳絕對沒問題，但是我們要先玩個小遊戲。等一下，船長，你怎麼沒有打領帶？門口人沒叫你打領帶嗎？借他，我的正裝借你。要玩什麼小游戏？今天比較休閒，对，玩小遊戲就是我們在這個考駕照的時候，一定會有那個人員救援啊，就是我們會丟個救生圈，我們下去撈，這是考駕照、考船駕照必考科目。那起風了還要讓你下水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不是，那是假的。是假的這樣。所以我們不是上船來享受尊榮的待遇，我們要學習如何當船員。對，我們是知識之旅。知識學習之旅，對，學習之旅。在饒港內海這邊，其實是非常適合帆船的旅程，對吧？全省再也沒有比這個好的。真的嗎？為什麼？它有什麼得天獨厚的條件？因為它內港大，然後它沒有船進出，這個地方已經變成叫做這個新達港休憩水域，所以說今天不是包船，今天是包港。包港更尊榮，很尊榮哎！不開 party，我們直接包港，對不對？包港，
包港，所以我們今天不是只有學習如何操縱帆船，我們還要學救援。救援，平時用的。对，有一天開船之前先學會救自己，也可能需要你的救援。好，請指教。右旋人员落水，右旋人员落水，右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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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彎了，不要急。越游越遠了，越飄越遠，人員危急，人員危急。你再撐一下，你再撐一下。Wilson，快不行了，好冷哦。人员，哎，好像有点感觉。有。龙舟要夺標啦，奪標啦！夺標，快，人員拉住我的手啊！後面一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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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認真救啊！不夠長。不行，人員，認真救！哎呦！再一次，再近一點，快成功了！人員跑了。這位先生，哎，人員已經離開。船員，你可以認真上班嗎？我很認真哎，我剛剛一隻腳都跨出去了。再一次機會。於是啊，我們兩個的默契就看這次了。鈎子有沒有看到？有沒有看到鈎子？人員直接插到繩子，插到他，哎呦！右旋人員救起，哎，掌聲鼓勵！好會開哦！對嘛，教他太厲害了，快點對他進行人工呼吸。他在海上，這個人家要訓練1個月的哈。快點，他在海上已經窒息太久了，心肺復甦術。好會開哦！對，那要換你啊。這樣子是被扣了幾分才真正救到？這樣子他還可以，其他不能扣分了。哦，不能扣分，其他項目不能再扣了。啊，你沒有扣你的分。哦，沒有扣，我現在是滿分的狀態。他太遠了。啊，對嘛。但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太遠嗎？為什麼？因為大家前面先站一排，我根本看不到游泳圈。攝影師，你們注意一下，好不好？攝影師注意一下。其實應該可以我啥都看不到。我太矮了。哦，坐上來這邊。哦，坐上來，好。右旋人員落水，右旋人員落水了，快呀！快點，快撈啊！他就在旁邊啊！來不及啊！快啊，村長！你就要救他了呀！怎麼辦啊？來人啊！哎，我們現在要去嘉義是不是？我們先去加個油。他好冷哦，救我！再右邊一點，還再右邊一點，右邊，不是，右邊，快錯過了，右邊，我看到了，快錯過了，快點撈魚師大，快撈他，對，拿繩子，你看，拿繩子，搞龜了啦，拿搞龜，他撞到我了，哎，你把它擰過去啊，等一下，哎，漂亮，哎，有了，撈起來了。但是我跟你說，他不是溺死的，他是被船撞死的。對，被撞到了，是不是？誰開的船？我操縱的還算是蠻那個的吧。厲害，對不對？哎，第一次沒有開過船，你一定有開過船，不然不可能這樣子的。是不是？有，她已經開船，她老公對她暈船。哦，會開船，好的。那我們要試看揚帆起航。對，那我們準備升帆了，那個麻煩頂風。那我們這個轉啊，我們這個是主帆，我們先升主帆，好，你轉就開了，各位看到沒有？這個帆就開了。Go，在枪口上，跟着刁大哥的，Go，拿出你騎雙塔的力氣。真的不錯，真的是運動型主持人啊！這個一般人沒有那麼快的，真的。這個畫面弄出來，那個真的是。他頂峰了 ，Go！ 好 ，OK， 我們有點尺度就可以了。哦，這樣就好了。成功把主帆升起來了。那我這邊需要做什麼嗎？那就不用了，我沒啥事哎。好哎，這就是增加搭檔的好處哎。以前這種苦活都是我在做的。是不是很喘？真的很喘。現在船已經有點傾斜了。哎，對。吃到風，它就傾斜了。對。哦，它傾斜了。今天風很大。你確定不會倒嗎？等一下。太斜了吧？可以嗎？
今天東北季風來真的是很強啊！我們這個帆船是不倒翁，底下很重，有3公噸的東西，這個船要翻3公噸的東西要跑到水面上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所以說船在傾斜的時候，希望大家把它抓好就好，就沒事。我們可以尖叫，代表我們興奮，但不要顯得很緊張。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。真的有香槟時刻 ，Cheers！ 因為2位表現太好的主持人，超乎我的預期啊！這是我們應得的，是我們應得的，對，乾杯！好棒哦！再来一个。这个美酒配佳肴，一定要。这个就是这个渔夫以前的这个白香餅啊，我们的茄萣的特產。香檳不是應該配什麼那種西班牙tapas，會配火腿啊、cheese啊。對，我們這邊就是要這個。我們在白香餅。白香餅，對，這茄萣特有的。茄萣特有的白香餅，所以以前你們是出海的時候都會帶着這個當點心。對，當點心，對，當點心。哎，我還沒聽過這個白香餅哎。試試看。它有點像你們宜蘭的牛舌餅哎，厚的那種傳統牛舌餅，對，有一點點像，因為裡面也是有點白砂糖的感覺，對，越嚼越香哎。那這個如果我們要買的話，要去哪裡買呢？茄萣街上的老餅鋪就有在賣。哦，真的嗎？對，當了伴手禮。哦，等下下船之後我們可以去找找哦。我要買點帶回家。對。香檳。白香餅這個加在一起呢，就是茄萣最道地的饒港內海的慶祝方式。對。起來真的是很有歷史年代感呢。你好，我們有吃到白糖香餅，覺得很棒，想要買回去當伴手禮，跟親朋好友分享。哦，好，我剛好要做那個餅的延伸產品。延伸產品，對，這還可以有不一樣的吃法哦。對，坐月子可以吃。坐月子你需要？我需要，我這個我一定要吃。他最近比較累。對，我需要補一下。金孫，我想我只要動口就可以了，交給你，小芬教他。我覺得是很想驗證說，為什麼我爸不把手藝傳給我，對不對？我想要看看你被封印的 DNA 會不會在我們節目當中逐漸被打開。血脈覺醒。對啊，血脈覺醒。那我們先麻油。好，麻油。這種特殊的吃法太多了吧？我讓小芬發出尖叫聲，有點失手。不要幫他打蛋啊！他可是中破塞金孫的，這種金孫是單手的。好，單手。有一個蛋殼在裡面。有嗎？有嗎？蛋殼在裡面，趕快撈出來，快點，它要成型了。我想說，沒關係，瑕不掩瑜。只是泡個油跟打個蛋而已。那我要翻，需要翻它嗎？還是直接給它蓋下去就好了？對，蓋上去就好了。這個步驟感覺蠻簡單的。對啊。但是我覺得這麻油量好像真的多了點。我們是用蛋煎炸的方式，所以創造出不一樣的口味。還是說坐月子的時候麻油多一點，其實對身體也好。對，我想說你最近比較累，讓你補一下。小芬講不出話來，他沒辦法講。他有點要翻嗎？翻嗎？現在嗎？翻嗎？你看為什麼我的是有點分離啊？不會粘在上面。可以。然後它慢慢就會粘在上面了。那這樣就好了嗎？所以不需要這樣翻哦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可以翻。好，讓你翻。我想說你會說不用哎。你翻。真的嗎？你翻。真的哦。來哦。來哦。最後還是有翻回一層，蠻厲害的啊！這樣就可以了。對，你說裡面吃這個也不要吃我煮的。我想說我先墊肚子，比較不會拉肚子。如果風味不怎麼樣的話，就吃個一口意思意思。好。
哦，不一樣的風味，因為原本麻油香，對，因為原本白香餅它是就是香香甜甜的，很像牛舌餅那種，就是甜感糖餅。它現在加了麻油香之後，整個餅就是變得軟嫩度很好。你先吃，我跟你說，你吃，一日為師，我要先第一口要先反腐給你，幫他評分一下。對，因為你吃了 OK 我才敢吃。可以嗎？好吃，有過關嗎？有及格嗎？餅煎的很好，有點那種恰恰收收。哦，是不是？稱讚你了，稱讚你了。好吃啊，我很會哦。是不錯不錯，我覺得是因為餅本身很好，所以做了這樣子的搭配之後，就會覺得更添滋味，不一樣的風味跟感受跟餅融合在一起。我吃到蛋殼了。你吃到蛋殼了呀！个人推论，但是就是因為。它這加麻油真的香味就更不一樣了，更香。對，然後也那個餅漿也還在。而且坐月子可以吃的話，表示你們的餅其實沒有太多的添加物。對，沒有添加一些化學的東西，也沒有加什麼蓬鬆劑啊之類的，就很單純的麵粉啊、糖、油。對，因為產婦在坐月子期間不能吃太多複雜的，越天然的越好，越天然越好，沒錯。對，其實不止產婦啦，我們現代人也是吃越天然越好，越簡單的食物其實越棒。對，所以傳統的滋味就是天然的雄厚。是的，聽說今天我們碰面之前你迷路了一下。其實老實說不算我迷路，是計程車司機迷路，他帶我繞路亂繞，然後不知道向哪邊，還問我說：“你知道路怎麼走？”不管是司機迷路還是你迷路，針對這種情況，你應該要拜一下，而且要拜那種可以幫你導航的神明。我知道，那一定是我們的女神天後媽祖娘娘。沒錯。對，而且這邊靠海，我相信應該是很多人拜媽祖。對，因為她會保佑漁業啦，而且會幫漁民指引方向。不過我覺得不只是像你這種迷路仔，或者是漁民需要被指引方向，有時候我們人生啊迷途，你要回到宇宙的正軌上面的時候，你也需要媽祖娘娘的指引，因為啊，媽祖娘娘她其實管很多大小事，她是非常像媽媽一樣的照顧我們。所以我今天帶你來到南台灣第2大的天後宮——路竹天後宮。第2大。第2大。文麗姐，我覺得你講話越來越浮誇了，這比我家旁邊的土地公廟還小大膽啊！神明面前不出狂言。我說他第2大，可能他不一定是第2大，但是主委說他是第2大，他就一定是第2大。我們去找主委，請主委證言一下。對啊，這怎麼可能啊？主委。你好，主委好。主委，你趕快跟思達說，他不相信我講這是南台灣第2大天後宮。對啊，搞到超大啊！這不是臭蛋，這是這間廟是1671年成立的，但是經過省道4邊的鐵路，這個場地不復使用，信徒從啊民國68年的時候，從啊步飛請靠媽祖，從啊在這阮的新廟遐開始起一間新廟，啊，起到民國76年才完成，目前的規模是阮南部頭第2大的，都屬魯我們。所以我們的歷史是非常的悠久。那350幾年以上的歷史了，表示我們廟宇裡面一定有很多古文物。有很多，路竹天後宮有3寶。3寶？有3寶。你唔免開車啊？3寶，我們用3寶，用3寶。我們第1寶是我們的開基神像，開基神像是1671年開始就有了。目前保存在我們新廟裡面。第2寶就是我們的林朝英，清朝第1個藝術家林朝英的墨寶。第3寶是我們的新廟來對，就叫做漢白衣媽祖。主委，這就是您說的路竹天後宮3寶之一，第2寶。對，你看這個是紀元1739年的林朝英哦，這個墨寶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褪色過。都沒有褪色過，300多年都完成這樣，都沒有褪色，都完中，都沒經過粉刷過。保存得太好了吧？這真的是金箔的哦。所以可見當初他在寫的時候，他是力透紙背，蒼勁有力，對不對？而且他的字體是不是也很特別？對，它竹葉型的，它竹葉體。很有意境。林朝英是我們台灣第1個藝術家，乾隆4年的時候的第1個藝術家。所以你看，這個真正的藝術家，他寫
一副對聯，可以傳承300年，不用300多年，哎，对啊。我們在家裡面寫一個春聯，隔年就都褪色了。沒有，因為我寫的春聯是連過年我爸都不讓我貼，太醜了，太丟臉了。家手不會養。這是第2寶，第1寶跟第3寶我們要去新廟那邊看，我迫不及待，因為第2寶南台灣第2大的廟了，很厲害了，所以我們也應該要去看一下第1跟第3寶，對不對？非常歡迎。溫迪師達，你知影咱路地由來是安怎？清朝進前叫做半路地，南部2個集散地，一個安平，一個鳳山。路地是鳳山甲安平最高點，哦，點的。所以講，因來要捲物件捲到路地的時陣，這個爬這個架會忝，拄啊天困，啊身邊啊攏跌啊，伊就有乘涼的所在。啊，所以講安平到鳳山中間叫做半路。哦，所以半路地是指從安平跟鳳山這2個點為基準，身邊啊攏跌啊，叫做半路。我們這個將近1000坪的建築物，這樣大不大？真的很大。於是達道歉。朱偉拍誰？你真的好大哇，這好氣派哦。對啊，而且非常美，又非常富麗堂皇，再帶點藝術風格，好好看。因为我觉得走進來的感覺啊，真的很祥和，而且心很開闊。對，因為整個挑高採光，整個氣勢，可是呢，裡面又有那種很溫柔的氛圍，好喜歡哦。這邊為什麼會有一個水池呢？這個是民國68年，我來開基廟不復使用，經過4次的跳樓過，無廟埕，68年媽祖指點，要咱家起廟，點了了，才當6天。當出泉水，這個原地是田地旱地哦，結果隨點了了，隨出泉水，出泉水出6天，6天後出這個金紅，這個高樹花，共款用6天。所以那時候是水火的相融，對，6天，一直6天，這樣子。行神蹟就是這個意思。朱偉，你有炸現金嗎？你炸現金，你有炸現金嗎？我喜歡許願。我炸1000個。你就話這1000個單機。就話這嘞。跟你說，這許願多麼靈，你知道嗎？就是有求必應。有求必應。你看，有求必應。你看，我現在剛許願說，我希望有意外之財。對，你看，馬上有了。溫迪、溫師達，我給你介紹一下。阮路點馬吼，有大馬、二馬、三馬。大馬是定點的，二馬是你消災解厄的，三馬是你出順的，2馬、3馬攏伊的替身。哦，對，分工合作。分工合作，因為媽祖娘娘平常照顧我們，真的照顧太多了，有時候忙不過來。業務不要繁重。對，分工合作。哎呀。而且3媽有時候也要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，接觸一下現在的年輕人，再把情報帶回來給神明。3媽算是開粉絲見面會。2媽是幫忙解決事情。大媽是鎮店，她坐在這邊，萬事都她負責這樣子。媽祖娘娘的庇佑之下，鹿竹這個地方應該是安居樂業、物產豐饒嘍。鹿竹目前有4寶，好，第1寶番茄，番茄在鹿竹耕種有260公頃，佔地面積非常大，而且也番茄質量跟全省最好的。第2個就是雞蛋，雞蛋哦，每1天哦生產2萬粒哦，
全省的雞卵攏落地佔30%。哦，真的啊？哎，30%，所以阮家的雞卵是，但就阮媽這邊附近都7個養雞場。哦，那之前你們蛋荒都不用怕。對，蛋荒不用怕。哦，第3個就是花椰菜，花椰菜佔地290公頃，全省的花椰菜都是入主出去的。哦，第4寶就是虱目魚，虱目魚都人工飼養的，有606公頃，這麼多，也是全省佔地除了台南之外，入主就第2大的，數一數2的產地了。對，這4樣都是我很愛吃的耶。那這4樣現在有丟席嗎？哎，番茄丟席，哦，番茄丟席，價丟席，番茄全省的番茄只有入主最好吃的，皮又薄又甜，甜度又夠。哦，对，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拜訪一下？對，還是乾爹多5件。我得，但是你當我當小王去，小林去。好。是的，你看這裡的番茄園下面。已經結實累累了耶！它感覺好肥美哦，都是長到地上來的哎。而且這裡的番茄好像是不是長得特別高啊？對啊，怎麼那麼直啊？慧晶，嗨，你好，主委叫我們來找你，他說現在番茄價丟席。是的，沒有錯。你在忙什麼呢？我在幫忙整理番茄的枝條，讓它慢慢的攀爬過去。為什麼要這麼做？因為番茄它是一枝會慢慢陸續長長，我們要讓它順着我們想要讓它走的道路過去。你在幫他們梳頭髮，是的，沒有錯。沒有，他幫他指引方向。指引方向，算是番茄界的媽祖。對，哇，那你需要我們的幫忙嗎？當然需要。這裡有一個得力助手，非常需要。對啊，因為看起來都好高。對啊，我可以幫你什麼？幫我整理它的那個枝條。要怎麼整理啊？你只需要把它夾子。然後把它用下來，固定在繩子上面，然後再幫我把側芽打掉，這樣就可以了。一支一支的弄嗎？沒有錯。哦。請問這全場整個溫室大概有多少支？這個算起來，我想想看哦，應該大概快1萬支。1萬支嗎？是，沒有錯。平常是你自己一個人做嗎？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我自己。哇塞，那真的需要我們幫忙哎。那1萬支就是從頭開始做，一排一排做到最後面，再輪回來。第1排又長高了，又要做了，是，沒有錯。這樣子的人生，每天都覺得萬念俱灰。你看番茄的時間比看老公還多。沒有錯，這是一定的。這個感覺很可怕，就很像你工作，你覺得你快要做完了，沒有，你沒做完，無止境，沒有，你快要做完了，沒有，你沒做完。那我們當藝人比較好，至少天黑會去放我們走。至少有做完一天，對不對？哦，是啊，幫忙。哦，明白。嘿，我叫你弄，不是叫你拿工具給我弄。你那麼高，你手一拉就拉到了，好不好？你是說你不夠高？不是。所以我弄的。不要趁機侮辱我的身高。你手那麼高，你幫慧晶弄，是不是身高夠的人？是，還有身高優勢。因為慧晶你弄的時候，你可能還要再稍微墊。對，我還要墊腳尖。而且脖子很酸。算了，我覺得你還是不要叫他弄，感觉你不要折錯了，不要折錯了，这个是歪的，歪的嗎？是歪的，沒關係。沒有，他那一顆人脊椎側彎。怎麼是歪的？不能直直的嗎？你看你這一株，這樣他已經把花弄斷了啊！他把花弄斷了，你有看到，他已經把花弄斷了。那還是你來好了。你來，這樣我不敢用了。得了，那個廢掉了。沒有，就那一串花就沒有了，這樣而已。沒事。哪個是側芽？這裡。對。然後把這個側芽弄掉。對。然後這個也是這樣子。對，夾起來就好。這個也是側芽。對。這個中間這個是。這一整枝都可以折斷。整枝都是側芽。對，整枝都是側芽。無法分辨側芽。你做得很好，你這是出一張嘴的家伙。沒有因為我出一張手就會出現這種狀況哦。然後你就不能夾到它嘛，你要夾中間的筋嘛，對不對？對。啊，看得出來了。出師了。來。你想拍椅子的功能？我要彎腰，我也蠻累的。像我們路主啊，之所以番茄可以種得好，種得這麼多，
它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溫度嗎？沒有，這種芋泥番茄，因為它的特性就是它皮薄汁多，所以它很容易裂果。我們在水分的控制上啊，我們就會特別用滴袋，我們用低的水分給它，而不是像一般的有直接用灌溉勾灌的方式。对，我們在控制它的水分，然後它所需要的營養，我們也可以在水裡面給它。我們就不要不要給那麼多的肥料，對，因為它需要就是少量多餐。我為什麼聽到我背後有咀嚼的聲音？你沒有服務到嗎？很脆。你沒有服務到？沒有，我想說他先專心做完之後再吃。工作的人沒得吃就對了。他先专心做完嘛，我們先把这些弄完。我們1萬株1萬株，你交錯朋友了，叫他走。你交錯朋友了，叫他走。這顆更甜。這個越紅會越甜，再放個1、2天也會更好吃。好好喝哦！對啊，很好喝，满嘴都是水。对啊，它是爆出来的那个，而且它会回甘，它吃完以後嘴巴會有一個你還想再吃的味道，就是不會膩的，對，不會，好好吃哦。真的很棒哎！你好優秀哦！天哪，它裡面的水真的很多哎，好好吃，就是不管吃多少顆都還是會有一種天哪，怎麼那麼好？所以其實我們的回購率很高。所以這個是給你們2個今天的，謝謝。他又沒做什麼工作，還可以領一盒。都需要。薪水小偷。這個真的很推薦，入珠的番茄真的品質沒話說，很棒吧？吃起來真的很棒。是吧？威玲姐，我既然身為高雄女婿呢，這次輪到我來帶你吃好料的。你內行。對，在荖港內海呢，養殖業是非常發達的，所以這邊有非常優秀的海鮮一定要吃海產。對，就在這一間。嗨，你好，歡迎你們來彌陀。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但是英文我還是認得的 ，Steak House 是牛排館。你不是說要吃海鮮嗎？怎麼會來牛排館吃海鮮？對，一恆，我聽人家說你最近是最不愛賣牛排館，你是怎樣？你財富自由了，最近賺那麼多？也沒有啦，牛排館還是要賣牛排，我們牛排是很強。可是我們這裡是彌陀，全台第2大養殖虱目魚的地方，虱目魚是我們的驕傲，所以我要把虱目魚跟排餐去做一個結合，去發揚光大，也讓我們的虱目魚去給更多人看見。所以等於是牛排之外，又有一些海鮮排，是虱目魚排，對。虱目魚排是比較少聽到，對，它就算是一個新的品項，而且還比臉還大哦。比臉是我的臉還是他的臉？我的臉，很大，那挺大的，看起來蠻大的。因為一般外面的魚排好像都是選魚排，對。然後我們都是當地魚塭養殖，然後新鮮的。對。那可是海鮮不會只有虱目魚一種啊，這裡既然是養殖，當然還有白蝦啊，然後無毒的鱸魚排啊，對，這都是我們的招牌。鱸魚排也很少見。對，哇，肚子餓了吧？可以，給過。哇，滋啦比臉大虱目肚排來了，真的比臉大耶！而且我覺得你們家的海鮮啊，不是大而已，是豪邁。對，它分量沒在跟你客氣的。對啊，你看你的蝦。它也很大隻，但是除了大之外，它的隻數很多。對，它是整個家族都在這裡，大家一起圍爐的概念。這好奢侈哦！這真的是海港邊的生活才能有的奢侈。對啊，而且它不只是大，它的厚度也誠意十足。對，因為其實虱目魚它越大隻，它的油脂會越豐富。我們都特別挑過，這每塊魚肚都超過270克以上。真的270克，這樣子很超值。因為外面現在市場要買到那麼大，其實也不容易。我們要特別請漁夫幫我們留呢。看起來就好好吃，油亮的。對，你把魚皮煎的恰恰這樣。然後裡面的肉是超嫩，外酥內嫩，哇，那魚香味，油脂在那個嘴裡爆開。我沒有吃過
牛排店的魚排是入口即化的，這種入口即化的口感，通常是在高級的日式料理。对。然后那个魚油是非常滑順又甜美。你幹嘛吞口水？你是想吃？你是想吃？想吃自己做，不要拍給你吃。要不要切一塊給你？而且你不要急着吞下去，你慢慢咬，它越咬越香。对啊，因為其實很多人不敢吃虱目魚，是因為它會有一個味道蠻重的。但是不會，這個很鮮美，這裡很鮮美。這樣你剛好拍到嗎？我以前好吃到直接刀子這樣子弄進去。我上次看到這個是那個雞桶在才會有這個動作哎，竟然被你發現了。可是啊，像一恆你這樣子把海鮮拿來做排餐，因為你也是家裡的餐廳嘛，那長輩他們都不會有什麼意見嗎？當然會啊！一開始其實虱目魚這個東西，在我小時候的時候，就是有一句話是說，在彌陀走路可能都會踢到虱目魚，所以代表虱目魚是很多、很量產、很便宜的。所以當我要把這個虱目魚賣到有一定的價格的同時，我要把它的價值去顯現出來，他們會認為我瘋了。其實我就是想要把虱目魚告訴大家，是我們彌陀的一個驕傲。而且他們家除了排餐之外，還有飯。對。那個飯不是一人碗飯，對，它不是，這單位不是碗，它用盆的，就是怎麼回事？家族分享餐嗎？這其實就是把魚肚做成另外一種做法，把它做成是有點蒲燒的感覺，拿湯匙然後挖下去，一口魚一口飯，標準吃法對不對？要配飯。難怪他要用盆啊，太下飯了，一碗飯不夠吃，很暢快下飯，跟整個開胃的感覺。所以啊，誰說到牛排館一定要吃牛排？我們這樣子吃海鮮，是那個滿足度非常高。對，而且來到我們彌陀就是要吃我們的虱目魚。虱目魚可能不再只是虱目魚湯啊，或者是虱目魚粥，我們要把它跟鐵板去做一個結合，更新鮮的吃法。對啊。既豪邁又創新。